各位同学，现在我们开始学习《内经》课。先自我介绍一下，本人是北京中医药大学的教师王宏图，有幸和大家一起来学习《黄帝内经》这门课程。那么我就想先介绍一下这门课程的有关的情况，或者说我们学习这门课程的情况。这个《黄帝内经》是我们中医学的第一部经典著作，内容是博大精深的，所以学习起来可以分成不同的层次。我今天和各位讲的呢，大致是讲到大学本科生的层次。这个根据国家中药管理局曾经下达过的教学计划，本科生的内经课程是在72学时，当然又允许各个学校可以有些个放松，所以我给各位讲的内经课是准备讲80学时。我们这次课所使用的教材是准备使用21世纪课程教材，这个《内经讲义》是由人民卫生出版社2002年出版的。这个教材呢，当时设计的时候是从70到100学时之间，所适用的对象是大学5年制的本科生和7年制，也就是本硕连读7年制学生共同使用的，也就是所说的5期共用，使用的是这本教材。我讲课的时候呢，就按照这个教材的顺序，但是由于这个书是本硕连读的，所以有些内容我们讲不了那么多，特别是这部书分上中下3篇，下篇的内容我们是基本上不讲。这是使用的教材的情况。《黄帝内经》这门课程性质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曾有过规定，当然是在专家们论证基础上得出的结论，是叫本科生的后期提高课。所谓后期，我想是在大学教育这个课程系列当中，它是排在相对靠后的阶段。那么也就是说，在学过一些普通基础课、医学基础课，甚至于学了某些临床课的时候才开的课程，是后期提高，也就是它是在理论方面提高、临床方面提高，还有在学生的知识面方面，甚至于学习方法方面的提高。所以我想提高应该包括那样几方面。因此这门课的性质是后期提高课。那么下边我就想介绍一下《黄帝内经》的，特别是这个课的再有进一步的一些情况。也就是说，大学本科，当然据我所知，现在中医的研究生绝大多数的专业也要学内经课，有一些中医专业的博士生还要上内经课。为什么在中医各个层次的学习当中都要学习内经课呢？这也就是说，《黄帝内经》这部书，《黄帝内经》这门课，在我们整个中医学，在我们整个中医教育当中，它所处的地位问题。所以有关《黄帝内经》在中医学的地位问题，我想给各位做一个初步的介绍。《黄帝内经》简称叫《内经》，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医学经典著作，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医学经典著作。它是中医学理论与防治疾病技术的渊源。《黄帝内经》这部书
它包含《素问》和《灵书》两个部分。也就是这部书是由两部组成的，一部叫做《黄帝内经素问》，一部叫《黄帝内经灵书》。每一部各包含有81篇文章，因此《黄帝内经》这个书共由162篇文章组成的。我在这里大致说一下，这些文章主要是春秋战国时代的作品。我为什么说大致说一下？因为关于《内经》的成书问题，咱们下边还有专题再讲一下的。大致说一下，这些文章主要是春秋战国时代的作品。这些作品春秋战国好几百年的事啊，也就是说162篇论文不是同一时间写成的，也不可能是由一个人写成的，可以说它是众多医学家论文的汇编。什么时候汇编成书的？那么据研究，我们在这个教材上也已经说出来的是定在西汉时期才汇编成《黄帝内经》一部书。当然这一部书又分两部分。这个书我们所看到的材料，那么是在《汉书艺文志》中可以看到，在当时也就是在秦汉或者说在西汉那个时候，再往后一点可以看到呢，除了《黄帝内经》之外，当时还有一些其他的医学经典著作，比如有《黄帝外经》，还有《扁鹊内经》、《扁鹊外经》、《白氏内经》、《白氏外经》，还有一部叫《庞篇》，7部医学经典著作。但是其他的那医学经典著作都已经失传，早就见不到了，唯独有《黄帝内经》还存于今世。就是这样，所以我说它是现存。我刚才不是说吗？中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医学经典著作吗？其他都已经丢失了，只有《黄帝内经》保存到现在。在历代中医学家又把《伤寒论》、《金匮要略》、《神农本草经》和《黄帝内经》一起称为4大经典。金匮、伤寒、本草和《黄帝内经》共称为4大经典。不过其他那3部都出自《内经》之后，对吧？大家知道金匮伤寒是张仲景的《伤寒杂病论》嘛，《伤寒杂病论》张仲景在他这部书的原序当中就说过嘛，他撰用《素问》9卷81难太入要略，《素问》9卷就是说的《内经》嘛。张仲景在写《伤寒杂病论》的时候，就以《黄帝内经》作为他重要的理论依据嘛，是吧？所以说伤寒、金匮包括《神农本草经》，虽然是与《内经》共称4大经典，但是那3部书都是成熟于《内经》之后。当然在中医学还经常把《脉经》、《难经》、《华佗中藏经》、《黄帝内经太素》等书也都成为经典，而这些书就更晚于《内经》问世。因此说《内经》是最早，一是现存，一是最早。而且我刚才说了，是医学典籍，说的是最早，但是就医学的文献而言，还有比《黄帝内经》更早的，就是说从其撰著时代
起码不晚于《内经》，有的还要早于《内经》。比如说，在1973年湖南马王堆出土的52